王总，在你从业多年中，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老板？想了解真正的商务汉语，就要走进中国老板的生活。欢迎来到 Coco 的中文教室，我是 Coco，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是我的先生王总。我又回来了。欢迎王总。那好，首先奇葩是什么？有点奇怪，有点特别，有点另类的感觉。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是那些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老板，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好吗？这个词是好还是坏呢？它最初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意思，但是后来的话，现在我们在口语中经常表达的是它不太好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说一个人有点奇葩，你是有什么样的印象？有点特立独行。特立独行，那是好还是不好？没有那么不好。但是也没有那么好，是不是？对，有时候我们有点无语无奈的时候，也会说啊，你真是个奇葩呀，是不是？对，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现在说到这个词的话，还是有一点偏贬义的感觉。对。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客户，我们这样在背后蛐客户，真的好吗？他看不到。那王总，现在你的脑海中有几个人？飘的都是好多个。都是。好，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吧。第一个，你准备说什么样的客户你觉得奇葩？怎么说呢？就是就我们现在大多数生活都很少用到现金的，对不对？而且都在用手机。我感觉用手机这个习惯应该从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十几年了。所以可以说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无现金社会。对，因为数字化支付现在也比较多了嘛。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也就是我刚工作的时候，就是给一个客户办一个业务，然后后来去结算的时候，那客户是让我到他那个车里，到他车里，对，约的位置，然后我在那儿等他开着车过来的。我当时看着车，我这个车挺好，因为我那时候喜欢那个车。什么车？奥迪 A6。对，大概也就是有个几十万的，高配的可能要高一点，差不多叫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几年前车还没这么低的话，那个时候60-70万、70-80万有的。60-70万。对，那时候也觉得车很漂亮。然后过来了，进去的让我坐到副驾上。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他车上就是那个有一个手提的皮包，然后还放着华子，就成条的2条的，中华烟。对，老板先给你先抽个烟，小王。我那时候我还不怎么会抽，反正先接了。而且在车里面抽烟也不好。后来我把就是办好的给人家，然后交接完之后结算的时候，我手机拿出来，我准备让人家付微信，我让他怎么付？然后老板说我不会那个的。我说那怎么付？一会儿从包里拿出来2沓人民币，现金。对，2万块钱的。哇。对，而且里面应该还有，就拿出来很简单的。我那时候本来的订单应该是要付15000多。对，然后其实正常的中国的一沓是1万，你可以不用数的嘛。但那时候还是数了数，为了保险，还有数钱的这个快乐，是不是？但其实怎么说呢？正常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你当着人家面数钱不好的。但是因为你本身你也不是说是说我特别高的职位和人家对等，就说2个人对等的朋友的关系，你这样当面数钱不好。因为我本身就是做业务的，我那时候也没想这么多，就是我当面先数数够不够，万一不够我回去我还得自己贴，对吧？就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心态都是这样的。然后你想想100多张，我要一下数。数钱数到手抽筋。对，我是第一次发现。我真没有觉得，就是我正常觉得有的人拿个几千块钱现金就是正常付个钱嘛就很正常了。第一次发现那么多的还要用现金支付的，挺累的，是不是？一是累，
但是你觉得数钱又挺舒服的，也不能说人启发，就是可能我那个数钱的感觉，我现在想起来记忆犹新。那要不一会儿再去银行取一点给你数一数。所以就是在几乎所有人都是用那个微信还有用支付宝支付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客户他拿着一大堆的钱给你啊，对，这种让你比较印象深刻，是不是？对的，那个时候还没那个时候还没管这么严，像现在你要提了现金，你就感觉这个钱来路不正，对吧？就是大家用现金交易都是那些不方便我转账的交易。对，是的，那你为什么要避免使用电子支付呢？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对，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子的，正常不会拿大额的，一般对，所以发展的真的很快，才10几年，然后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习惯了这种无现金交易的感觉啊。对，那个时候应该就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很多就是大爷大叔啊或者爷爷奶奶还不会，但你不会发现现在都会，他们也都会了，用现金用的也少。就比如说像家里有些老人去那边给人家干个零工啊或什么之类的，收钱的时候也是微信，人家你扫个码，我带个码，这样你也扫一扫。对，都是这样。是的，而且甚至现在那种乞丐是不是也是用二维码？对，人家的贴个码，扫码多少钱，就那样子在边上。对，是的。那这个其实也还好，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理解。那再说一个，还有没有其他的？再说一个，这个就这个就没有那么美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很多，就是说客户有的时候你给他解释完正常的这些事情，除了他不懂的一般都是可以自己有独立能力来操作的，就是他可以自己操作的，在他的手机上啊什么的操作。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话，包括说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帮人家办公司，就是或者说建立营业执照，这些很多程序现在都是可以手机上有一些自动 APP，你可以做一些操作的。而且现在手机都是智能机，大家就像你满大街的人都是拿着手机刷视频呀，然后打游戏啊，或者是聊天啊，各种，我感觉大家应该都会，各种 APP 大家都操作的蛮多的。但是又遇到有一些客户，他就是这个事情我交给你了，我就不会做，即使他会，他也不愿意做。我感觉可能是这样的，但是这话也不能说出来。但是给你的感觉就是你看他玩的时候，各种东西还玩的挺顺的，但是他这个我不会，你过来给我操作一下。这种就是说距离近一点的还比较好。但之前遇到那个客户就是他去我上班的地方，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车，你想就我上班的地方好像有个20来公里。我每次过去就是打车嘛，单位又不一定报销就是公交啊地铁来回转，我干过去就来回就要多少来，就要将近40分钟50分钟左右。而且那时候我记得给他做业务的时候还是大夏天，天挺热的。对，就是这个事情你过来给我操作，我交给你了，你不给我做，你让我还要自己做呀。那也没办法，后来就真的自己就跑着去了，过去，然后拿着他的手机给他操作，然后操作完了，好了。其实很简单，对，我路上来回可能要将近2个多小时的时间，但到那儿可能就是操作的时候1分钟2分钟就搞定了。对，因为我全程一点他配合一下人脸识别一下，对，就结束了。是的，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他有问题，但是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我自己可以操作的我就自己做了。对，并不能说不合理，因为他属于你的客户，你就应该这样做。对，但是你和大家对比完之后有个落差，而且就是你想想那个天气，那个路程就卷完之后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较真的，挺奇葩的，就是有点难以接受。对，所以就是有的人就会觉得我付了钱，我就是大爷，你就应该完全的100%的那种服务我，是不是？对，这从服务的角度来说，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所以就是虽然知道他有一点为难，但是牛马小王还是
去，对然后这个用心服务，是不是？对，对，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我自己可以做，那你就不用来了，你就重点的去帮我做那个比较难的那个业务就可以了，是不是？对，我们要的其实就是说一个服务的最后的结果和一个效率嘛。是的。那说完了这一个，再换一个类型，还有没有其他的？再想想啊。那我知道收破烂的吗？知道，我就是以前我们的印象中觉得收破烂收垃圾的是穷的，实际上不是，是不是？都很有钱。对，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概念就是那种大街上骑个车，然后叫收破烂，然后到那边还收一些脏东西要捡一捡。我们觉得这些人他们也是做生意的，但是他们应该我们都是卖给他的，因为我们是客户，我们把东西卖给他，我们觉得也卖不了太多钱，他能赚多少钱呢？但是真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出去跑业务的时候，然后各个地方也都去过嘛，当时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我那时候震惊了，去的时候是那种大型的垃圾回收站里面，他们有好多家，然后你会发现这一家一块就是说一块地大概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的建筑面积的4到5倍，很大，就是地的面积，而且它还要旁嘛，我们只是占地的面积，然后外面堆特别多，就是什么金属纸屑各种东西的，然后还有地磅，还有你还会发现会有很多那种小车，就我们以前看到那种去到他那儿去卖给他的，然后其实人家就是说相当于回收的，然后最后他们会把那种东西打包压缩，变成整车送到其他地方，再有人再送的，然后那时候觉得环境就觉得这个地方有什么业务能做，能赚多少钱，这些人能给他多少钱呢？但是你到那边一个客户能发上去宝马，那个车当时我有印象中要小100万。所以刚刚的奥迪60-70万，现在这个宝马对， 100多万，年轻嘛，这老板还是年轻的，还不是那种你想我们以前见的那种很多就是那种做回收的，就是现在以前是收破烂嘛，现在就是做回收这种的，我们觉得年纪都是很大的那种，对吧？但是我去的那个人是一个好像老板比我年纪也没大多少，比较年轻，对，还很年轻，还开个车，人家在里面做这个事情，你发现原来这门生意这么大，一是收个破烂，那个时候想想收破烂的也这么赚钱啊，你好有钱，比我都有钱，那时候是这种感觉，震惊了，对，简直说哪个行业你不是就是人家说嘛，360行，行出状元，对，你这个行做得多了，做得好了，你也是一个大亨一样的。那要不咱俩也开始吧？那我跟你这么说，真的有个客户，就是比我还小一点，他以前做家具的，现在也转行做这个了。那先把这个瓶子收了吗？对，人家还不收这个，对，所以就是很多人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偷偷的赚大钱，是不是？对，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在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对他可能会有点偏见，但是你了解完之后，你发现完全不一样，对。那我们刚刚说了3种，要不我们再说一种吧？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呢？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呀？就是我们经常怎么说呢？现在不都说是老板的饼，同事的锅，还有什么之类的？那我们就不是说有个饼吗？画饼。对。首先，画饼是什么意思呢？画饼就是我给你摆各种发展的前景，各种的好处你要完成完之后会怎么样？会得到什么，让你看到有这个发展的机会。你要干完之后，我可能有预期，这个预期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是你完成这个业务，到时候会有多少奖金？然后你带着他帮着同事把这个做完，大家会完成项目有多少？会有什么样？大家比如说或者说到时候大家庆祝去吃什么，然后大家去旅游吃什么，让你听着很美好。对，就是你各种所有东西都有，但是其实最后有或没有可能会打折。打折这倒吃到了，但是往往会出现有很多大家说饼的原因是，往往就是这种，在给你精神上让你努力进步，就是说，我们上一集说到牛马，这就像在给你
放饲料一样，你只是看到了，但你还没有吃到。没有吃到，对。我在你前面，就我们以前有一种说法，我在你前面放棵草，永远吃不到，但你一直在跑。所以，对对，这个给你的饼也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就是你看到这个，然后。这倒真遇到有一个，就是这倒不是我遇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对，所以就是那个老板的画的饼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给你设置一个很美好的、很宏大的这个目标啊，如果你实现了这个目标的话，你会怎么样？实际上什么时候实现呢？也有可能永远都实现不了，但是呢，你要努力，是不是？对，然后你的客户呢？客户画的饼嘛，我都知道，我都看得懂，因为他们给我画饼嘛，也画不了，他画完饼还得给我掏钱，但是我倒遇到有一个，就我以前的同事啊，就是他是做会计的，就是说的，就是他最近，上次见他发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什么样的事情，他也是做我们这行业的，然后做的会计的，然后他发的消息就是说，我一个客户，在挖我，就是要我去他单位，说要给我1.2到1.5K 的待遇工资，然后说我们企业未来几年要什么样好的福利，就是说可能工资还要涨，然后还预计说说现在已经做了1轮的融资了，然后未来就是2年或3年之内我们要上市，到时候你就是上市公司负责的那个财务的里面的身价就会涨了，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我当时看完他的这样发完之后，是在为什么？你说我这样的人我能去吗？这饼这么大，然后下面大家都在讨论，讨论大家的观点是什么？说这饼。看着挺好的，大家其实一种调侃的，你要不去试试尝一尝？真的能吃到吗？对，然后我对他回复我说，这饼这么大，给你这么点待遇，你觉得这个饼是不是太小了？如果这个饼真的这么大的话，就只给你这么点钱吗？对，因为正常的话，可能在乎的不一样吧，因为就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像他给的那个属于薪资的话是属于是稍微对应的职位状态属于正常的，但是一些比如说上班比较久的或者刚换完职位的，大家像苏州这个起步就是6K 到8K 左右是属于正常状态，已经很高了，像他那个已经翻1倍了，那应该其实也是挺实在的饼，但只不过是能不能落实到位而已，对吧？而且就是最怕的就跟你说这种像我们遇到的很美好，这个是美好的事情，就是给你待遇这个美好，我们觉得反而实在一点，就怕就是老板再跟你说我们的前景怎么样，未来要走到怎么样，但其实就是真的是在画饼，那最后能不能走到那个状态，发展企业能不能到那个地步，很多往往都是就是我们说吹牛嘛，但其实也是画饼。那小王呀，跟着我好好的做节目啊，那个要是我们这个频道以后发扬光大了之后呢，就给你发点工资，现在你就先好好干。你看这饼画的没有一点实在的，人家还给工资，这还没工资，对，这就是画饼型老板。你还没当老板你就开始画饼了。对，这个饼画的大不大？好吃吗？没吃到。对，好，所以我们聊了这个4种，也算奇葩也不算奇葩的老板，是不是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你们在这个工作中或者是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些让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有点特别的人或者事情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吧。那最后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给我们点赞、关注加评论。我可以给你画个饼充饥哦。对。那然后是下期预告，下期的话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面试怎么样？王总面试，我们王总参加过面试，然后也面试过别人，是不是？对下期我们聊一聊中国的面试。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加油的啦！再说个英语，拜拜。拜拜。拜拜。好。